啊，她是你老婆，那我是谁？老婆，我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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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对不起你，你再给我个机会吧，老婆。机会？你个死渣男不配！老婆，老婆。走。嫂子，你看新闻了吗？今日号称薄薄一件我一件，薄薄没盖我有盖，藏品众多且件件国宝的蓝翼私人博物馆，有一件藏品在拍卖会上出现，被一位神秘富豪以1亿天价拍下。嫂子，你私人博物馆的藏品怎么会出现在拍卖会上？可能是你哥他又缺钱了吧？亲爱的，来给我吧。我外出差半个月，累坏了吧？一想到回国就能见到你，就什么疲惫都没有啦。哎，对了，老婆，要不然你把你的私人博物馆交给我来打理吧，我也想帮你分担些压力，要不然你累坏了，我可是会心疼的。谢谢你，老公。有你在，我真是太幸福了。你是说我哥把你私人博物馆的藏品偷偷拿出去卖了？嫂子，这拍下藏品的该不会是你吧？既然你哥他缺钱，那我就多给他一点喽。嫂子，你这也太宠我哥了吧！要不是你帮着我哥，我家哪有现在的生活？现在你还给他这么多钱，就连我这个当妹妹的都觉得你有点太溺爱我哥了。小燕，你现在还年轻，不懂，有些东西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。嫂子，这国宝玉壶春瓶，你既然已经买回来了，为什么还要偷偷放回来？你说，要是你哥看到拍卖出去的东西又放回了原位，会不会很惊喜啊？嫂子，你就宠他吧。这里啊，就是我老公的私人博物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不是我刚拿出去拍卖的玉壶春瓶吗？怎么在你这儿？你拿出去拍卖的，这东西根本不是你的，你凭什么拿出去拍卖？不是我的，难道是你的？楚旭兰，大学毕业这么多年，你怎么还是那么不要脸？婉清，这是谁呀？他呀，是我大学同学，之前大家过得苦哈哈的，只有他天天开豪车戴名表，也不知道这钱到底是从哪来的。还能从哪儿来呀？准是啥干爹干哥哥给的呗！不准你们侮辱我嫂子！石婉清，你最好现在告诉我，这个瓶子到底是谁给你的？现在说出来，我可以考虑不追究你。你不追究我，楚清兰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靠卖肉讨生活的底层货也配追究我？没错，这东西可是婉清的老公，也就是这蓝翼私人博物馆的主人送给他的。老公，这么大的一个私人博物馆，这里面的东西都是你的？这里的每一件藏品都价值少说1000万以上。放眼整个江城，除了我叶小晨，还有谁有这个实力啊？哇，老公，你太厉害了！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。对了，老公，人家最近有点缺钱，你可不可以送人家一件东西拿去卖掉？拿去卖掉？老公，你现在可是江城首富了，拿一件东西给我去卖掉，你不会舍不得的吧？人家可是把什么都给你了。楚清兰爱我入骨，我拿她一件藏品去卖，她总不至于生我气吧？我的意思是，这里的东西都价值连城，你可别卖便宜了。
人家知道了，老公，你对人家最好。你老公是这博物馆的主人？你老公是谁？让他过来见我。我倒要问问，这蓝翼私人博物馆什么时候多了个男主人？你以为你谁啊？婉清的老公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？我看你是当三当上瘾，看我们婉清的老公是首富，打算插足人感情了吧？胡说！我嫂子可是江城首富，去！你，小叶，刚动完手术，身体不好，你居然敢打他！老娘打他怎么了？你们偷偷闯到我老公的私人博物馆里来，还拿着他的藏品，这不明摆着打算进来偷东西的？我偷东西？这博物馆是我的，我想要什么东西还需要偷吗？一伙首富，一伙博物馆又是你的，楚青兰，这些年你是不是只有吹牛逼的本事在长啊？我没有胡说，你老公才是骗子，才是小偷！臭婊子，你居然敢骂我老公！信不信我老公一句话就能让你们两个贱人在家中混不下去？楚青兰，你能让我楚青兰在江城混不下去的人，我倒想见一见。把你老公叫出来，我们当面对质。你敢打我们家婉清，你死定！我们家婉清老公可是真正的江城首富叶小晨。你说什么？你老公是叶小晨？你老公是叶小晨？怎么，听到我老公的名字，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？贱人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得罪我是没有下场。不可能，小晨不会做这种事的。嫂子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你对我哥这么好，他不会对不起你的。对，你说的对，一定是误会，有人以小晨的名义在外面骗人。走，我们去找他。想跑？今天你不把这瓷瓶哪来的说清楚，哪都别想去。没错，快说，你跑到我们婉清的博物馆来干什么？是不是还想偷东西？婉清，你不是一直讨厌这贱人吗？今天我们就把她留在这儿，好好给你出出气。我告诉你们，蓝翼私人博物馆是我的，这里面每一件藏品，包括你手里的那件，都是我亲自收购得来的。周婉清，我警告你，赶紧把这个瓶子放下，弄坏了你赔不起。楚青兰，你怎么还是这么不要脸？为了面子，连这种谎话都能说得出口？我老公的东西弄坏了也用不着我赔。你敢打我嫂子？你，小叶，打他？怎么了？你混蛋！小叶，你先别说话，身体要紧。可是他们……放心，嫂子能处理。周婉清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把东西放下，然后滚出去。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命令我？唉，这么紧张这玩意是吧？周婉清，我警告你，那可是国宝，你敢？不要！老娘就砸了，怎么了？这可是国宝，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？周婉清，你弄坏了价值1个亿的国宝，你不赔偿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赔你妈一个死贱人！厂长等等，怎么回事？太好了，你们终于来了！你把博物馆的藏品给摔坏了，这一下我看你怎么收场！他们几个擅闯博物馆，不仅打碎了价值1亿的玉壶冲国宝，还动手打人，拿下他们！我要追究！你们几个干得不错。干什么？放开我们！你们抓错人了！没抓错，周女士是我们叶总夫人，她经常来这，我们不会认错的。叶总的夫人，她真是叶小晨的。叶总的大名也是你配叫的。婉清，这两个贱人怎么处理？
大学时候，我一直就觉得这张脸越看越讨厌。你说，如果我把它给毁了，你会不会很难过呀？你放开我嫂子！你们都被叶小晨给骗了，他是我亲哥，这个博物馆根本就不是他的。这么说，你是我的小姑子？不是，我嫂子就亲了姐姐一个。放屁！我跟叶小晨这么久，从来就没有听过他说有什么妹妹。一个乡下来的穷酸货也配跟他攀关系？我。叶小晨，你不是人！我嫂子对你这么好，从农村把你带到了这里，你竟然背着她做出这样猪狗不如的事情！小燕，别再说，再这样下去会复发的。嫂子，是我哥混蛋，是他对不起你。贱人，还敢骂我老公！你不要欺负小燕，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你大可以打电话给叶小晨一问清楚。你说让我打就打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婉清，这两个蠢货一口一个叶总是她老公，你还不如当着他们的面打电话给他，当面拆穿他们。对呀，当着这贱人的面，看看你们有多恩爱。喂，亲爱的，这还没到晚上呢，就想我了？叶小晨，真的是你，我对你掏心掏肺，托举你到今天，你居然……叶小晨，你对得起我！这声音是……刚刚我怎么好像听到了青兰的声音？婉倩，你身边那位是？老公，没谁。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，大学时候一个天天炫富的贱货吗？哦，就是那个虚荣心爆表，到处找干爹，买名牌，人尽可夫的贱人。可不就是他吗？他今天不仅跑来博物馆，还一说博物馆是他的，还说你是骗子是小偷呢。还有这事儿，扬声器开着吗？听好了。我可是蓝翼私人博物馆主人叶小晨，你们得罪的是我的女人，识相，赶紧道歉，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。听见了吗？我老公就是叶小晨，是江城真正的首富，而你就是一个除了用身体讨好男人一无是处的废物。那你不妨问问他，你刚打碎了一个价值1亿的国宝，看他作何反应。说了又如何？我老公这么疼我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老公，人家刚刚不小心打碎了你博物馆的一件藏品，你不会怪我的，对不对？你说什么？老公，你不是说我才是你最珍贵的宝贝吗？你可是江城首富，难道宝宝我还比不过小小的1个亿呀？这头蠢猪，他是怎么敢拿自己和1个亿比？不过青兰她那么爱我，应该不会因为这个怪我的吧？哪能怪你呢？我这不是紧张你，怕你误伤到你自己吗？你要是伤到了，我可是会心疼的。听见了吗？别说是摔一样东西，就算我今天把这的东西全摔了，我老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。天哪，婉清，你老公好大方哦！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找到这样的一个极品好男人？我看某些人就是酸，觉得我们婉清有一个富豪老公，自己却只能伺候那些老男人，心里不服气。他的确是个极品，不过过不了多久，他恐怕连自己都跑不了。楚青兰，你装够了没有？承认自己输了真的这么难？到底是谁在装？一会儿你就知道。喂，老婆，我刚刚不小心偷了你的藏品，我感觉我好对不起你啊，要不我还是把钥匙还给你吧。
每次都是这样，一犯错就卖惨我同情。叶小晨，这么多年，你到底用这招骗了我多少次？要不是我今天亲眼见到，我还要被你瞒多久？不管你在哪儿，10分钟之内到博物馆来见我。好啊，还敢翻救兵是吧？以为这……你怎么会有我老公的联系方式？贱人，说，你和我老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是什么关系？你回个电话过去，我就知道了。婉清，还能是什么？肯定是这个贱货早就开始打算勾搭你老公了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，当三上瘾的贱货。婉清，他敢插足你们的感情，绝对不能放过他。没错，不然以后你一天到晚的都得提防着有没有人爬上你老公的床。不是，我嫂子是正主，你才是那个小三。闭嘴，不许动他！这婉清，有什么事情找我来，我都接着。接着是吧？那老娘看看你接不接得住。他不是仗着这张脸喜欢勾引别人的老公吗？看来华一道太便宜了。婉清，你的意思是？朱金兰刚刚这态度，该不会是发现什么了吧？要是婉清被他撞见，那我就全完了。不行，我得马上过去。放了他，好，等我彻底毁了他这张脸，我一定放了他。你说，就凭他这张脸，他的那些金主爸爸们还会理他吗？你混蛋！贱人，你敢咬我！谁要是欺负我嫂子，我就跟上拼命！和我老娘先弄死你！不要！心脏刚做完手术，不能打，会出人命的。心脏刚做完手术不能打，是这样不能打吗？小雅，周婉清，你真想闹出人命吗？咱俩的恩怨，你冲我来放开他！你让我放我就放，这是你求人的态度？嫂子，你不要求他。我这先天性心脏畸形，普通人根本就承受不住这个医药费。要不是你，我早就该死了。所以你不要为了我而去欺负他。是你说话了吗？我让你说，让你说！不要饶我！周婉清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，你放开他！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啊！没错，要求也该跪着求。嫂子，你别听他们的，我求求你别听他们的。你不是最听我的话吗？他妈的，让你说，让你说。对不起，小雅，嫂子不能不管。什么？就剩1分钟了。周婉清，我求求你，放了楚青兰，你也有今天。我看见你给我跪下磕头，怎么比中彩票还开心呢？知三当三，活该，让你插足我们婉清的感情，遭报应了吧？周婉清，说话算数，放了我小裤子。放了他，好。小雅，小雅，你醒醒，里面小嫂子，小雅，你醒醒，快叫救护车，快叫救护车，一会儿就出人命了。叫救护车？我倒是有认识一个在殡仪馆工作的朋友，要不要帮你叫个灵车过来呀？还可以帮你
你插个队，一条龙服务，直接装盒。婉清替你考虑的这么周到，还不赶紧谢谢他？你这群畜生！我跟你们拼了！贱人，敢掐我！今天我就让你看看，咱俩谁先死！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婉清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哎呀，老公，你怎么来了？人家刚才收拾2个贱人呢，哪用得着你亲自来一趟啊？收拾贱人？是啊，叶总，这种知三道三的贱货就该被狠狠的收拾。没错，是他们活该，不能同情他们。奇怪，青南不是让我来博物馆吗？怎么没看到他人呢？你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难道是我想多了？不行，还是得趁着青南没发现，赶紧把他们几个弄出去。要是真被发现，我可就完了。婉清，你上回不是说看中一个100万的包包吗？走，我带你去买。真的，老公，你对我太好了，太开心了。天哪，100万的包说买就买，叶总也太大气了吧！婉清，你可真是好福气啊！楚青兰，看到了吧？这一次是我赢了。走吧，走吧，人家已经迫不及待了呢。好，走。拿手机。叶小晨，我和你妹妹躺在地上，命都快没了，已经看不见，反手就给小三花了100万。既然你不珍惜我给你的一切，那就别怪我，都收回去。小叶，小叶，老婆，我该怎么了？小燕的心脏受到外力撞击出血，幸亏送医及时，保住1条命。受外力撞击？是好好的，怎么会受外力撞击呢？老婆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们？叶小晨，没想到对你的滤镜碎掉之后，我才能看清你对我原来一直都这么敷衍。我们今天在外面遇到了几个恶女，小燕被打了。谁？到底是谁？老婆，你告诉我，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算账。不用，3天之后，博物馆会举办一个盛大的展会，届时我会宣布一个重要的消息，你好好准备，无需因为这些事情操心。重要的消息？难道他已经决定要把博物馆正式转到我名下了？老婆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表现，争取不给你丢脸。就是小燕这边，可能要辛苦你多帮照顾一下了。你听到有好处，连亲生妹妹都可以放任不管。叶小晨，我当初怎么会看上你这么个畜生东西？好，你去忙吧，这里有我。老婆，辛苦你了，等忙完这一阵，我一定好好陪你。陪我？哼，叶小晨，你以为你还有机会吗？刘主管，我安排你的事情进行的如何了？很好，近期你就待在博物馆待命，除了我，你不用听任何人的指令，包括叶小晨。小燕，你好好养病，放心，你的仇，嫂子一定替你报。哪个不长眼的没开着老娘一起出来，竟然还敢停在这？又是你！我们还真是冤家路窄吧？怎么，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，还敢来我面前犯贱？楚青兰，识相的就赶紧把车位给我们让出来，要不然有你好看。停车位先到先得，我先看到的
凭什么让给你们？废话，这里是蓝翼私人博物馆的停车场，叶总的地盘。我们家婉清来这儿就跟回自己家一样，爱咋停就咋停，爱怎么停就怎么停。蓝翼私人博物馆从来没有这样的规矩。你一个小三也敢跟我这个正宫上嘴脸？我最后再问你一句，这个车位你到底让还是不让？不让，不让是吧？姐妹们，给我砸！你们干什么？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车？砸坏了你们赔不起。赔不起？放眼整个江城，就没有我周婉清赔不起的东西。周婉清，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我这辆车可是全球限量款，就算掉块漆，维修费也得上百万。要是弄坏了，你们后果自负。100万，少他妈吓唬人！楚青兰，你就是一个靠爬男人床上位人尽可夫的浪货，也配开得起这种豪车？就是，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，什么话都能说出口。我们家婉清身为叶总的原配夫人都没开这么好的车，你一个小三也配？我再说一次，叶小晨不是什么首富，他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给的。够了，青兰，我受够了你满嘴的胡话！你们两个给我上，把这个蠢货的车给我砸了，到时候我让你们进我老公的公司。婉清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你真的是太大方了。住手！周婉清给不了你们想要的，你们再助纣为虐，就只能……滚你丫的死八婆！别挡着老娘发财！你们，刘主管，立刻到博物馆停车场来。刘主管，小小的一个主管，只不过是我老公养的一条狗，也配管我的事？楚青兰，你的社交圈也就只能配得上这种底层的货色。周婉清，别把我对你的容忍当做你犯贱的资本。楚青兰，你竟然敢打我，你是不是昏迷了？还有你们，为了巴结一个连真假都不知道的首富，连脑子都不要了吗？少废话！敢打我们婉清，你就该死！没错，他敢挑拨我们的关系，我们和婉清可是最好的闺蜜。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赶紧放开手！你，刘主管，滚远点，别逼老娘开你！开我，恐怕你没这个权利。瞎了你的狗眼！小小的一个主管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！我可是你叶总的夫人。就是，你一个在我们婉清手底下打杂的贱货，也配在我们面前人五人六的吗？信不信我们婉清一个电话就让你卷铺盖走人？蓝翼私人博物馆的老板根本不姓叶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蓝翼的老板不姓叶？哼，他不姓叶，那他姓什么？这些你无权知晓。你们在我们私人会所寻衅滋事，你们知不知道这样的后果？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快放开我！我要打电话给我老公！放开！我们婉清的老公，也就是你的老板，你敢不听话，是不是前途都不要了？赶紧放人！听到没有？拿鸡毛搁这当令箭的，知不知道你得罪是谁？楚小姐，这几个人要怎么处理？这一巴掌是替我的藏品打的，这一巴掌是替我的车打的，这一巴掌是替我自己打的，这一巴掌是替我那还在住院昏迷的小姑子打的。刘主管，他们砸坏了我的车，我要他们照价赔偿。楚小姐的车是国外进口的限量款，按照目前市场的维修价，你要赔偿楚小姐1000万。1000万，一定是你们两个合起伙来敲诈我！我要打电话给我老公，让我老公过来弄死你！让他打。老公，你赶紧过来！我要在你博物馆的停车场被人欺负死了！一个姓刘的主管，非要说你不是这的老板，还要让上次那个贱人打我，让我赔钱！还有这事儿？你们等我，我倒要看看
是哪个不眨眼的，连我这老板都不认了？谁？到底是谁？敢不把我叶小晨放在眼里？老公，你可算来了，你看看我的脸，你可要为人家做主啊！你是谁？之前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我是新过来的主管，至于谁派我来的，需要我向你说明吗？这人难道是青南派过来的？可他为什么没有拆穿我呢？刘主管，我需要你帮我调查叶小晨出轨的证据。楚总，需要我做些什么？今晚就当我没来。是。整个博物馆估计也没谁不知道我和青兰之间的关系。他一个破打工的，应该也没胆子该管老板的家事吧？听好了，我是这博物馆的老板，你只不过是我手底下的一个员工。敢动我的女人，是不是不想干了？老板，叶先生，你能为你说的话负责吗？这有什么不能的？我老公就是蓝印私人博物馆的老板，你一个臭打工的敢这么跟我老公说话，你是不是不想在这混了？拿着叶总的工资，还在叶总面前大呼小叫，当狗都当不明白，索性别混了。没错，这种员工不开，留着过年啊！算了，毕竟是我手底下的人，我这个当老板的也不能因为这一件小事就开除他，不然显得我这个老板啊过于苛刻。老公，你就这么放过他了？你看看我的脸，都被他们打成什么样了？你就不能替我出出气吗？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过来道歉！道歉？那得你身边的这位女士先赔偿了1000万的车辆损失费之后再说。什么？1000万？叶先生，你身边的这位女士砸的可是我们博物馆贵宾的车，对方要求赔偿，合情合理。贵宾？我呸！他不就是一个卖肉的小三吗？谁知道这车是从哪骗来的，故意讹我的？就是，这个女人还想看我们家婉清的笑话。但我们婉清有的是钱，我们家婉清1个亿都不懂，随便砸，还能差你那1000万？叶总可是江城首富，1000万不是随随便便给。老公，我们说的对吗？对个屁！臭婊子，一天到晚净给老子惹事，要不是怕丢脸，现在就踹了。叶先生，你可想好了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你可要想清楚，你花的是谁的钱。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叶小晨花的当然是我自己的钱，你再敢多嘴，信不信我开除你？老公，骂得好，这个贱人一身仿古，就是欠收拾。既然叶先生这么坚决，那么请赔钱吧。你再叫我说是啊，我可是你老板，你敢命令我？叶先生，关于你老板的身份，需不需要打个电话确认一下？你就是1000万，真当我赔不起啊？财务嘛，我要冻结叶小晨名下所有银行卡，我要让他1分钱都动不了。支付失败？怎么会支付失败呢？老公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查看试试。叶先生，难道你连1000万都拿不出来吗？我的事还轮不到你来管。喂，你给我的副卡为什么都刷不了啊？副卡使用权限被我冻结了，包括你所有的银行卡，我都停。收回了？凭什么？你不收过你的钱，我随便花吗？叶小晨，你现在是在冲我发火，质问我吗？哎呀，没有，老婆，我这不是有点急了吗？是这样的，我这边遇到点急事，急需1000万周转一下。老婆，你看能不能把卡的权限再重新开一下呀？哎呀，真的很急啊！1000万，叶小晨，你最近花钱是不是太没节制？或者你是不是背着我做了其他什么事情？没有。其实也没有很急。那老婆，你先好好照顾小叶，我这边有事，先挂了。叶小晨，你刚才叫电话接通什么？老婆？你叫对方老婆？叶小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事情难道还不够明显吗？你口中所谓的老公早已经和别人结婚，而且还是货真价实的软饭男，而你只不过是一个插足别人感情的第三者。不，这不是真的。
你快说，这不是真的！叶小晨，你竟敢骗我！老婆，你听我解释呀。其实我最爱的一直都是你呀。你说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啊！那种女人除了有钱还有什么？只有你才能算得上是我的灵魂呗。叶小晨，我原本以为你对我或多或少还有一些情感，现在看来，从头到尾你都在骗我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手段很辣了。叶小晨，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？你不怕遭雷劈吧？老公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赶紧去跟那个女人离婚。我才不要当小三，我要坦坦正正的跟你在一起。离婚？这……你犹豫了？叶小晨，快说，你刚刚说的那些是不是都是骗我的？婉清，你知不知道，再过几天这蓝衣私人博物馆就彻底归我了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现在要是跟他离婚了，你说咱们的损失是不是很大？那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今天这件事情必须好好解决，哪怕花点钱，咱们也不能让这件事情捅到我老婆那边去。可是现在你不是没钱吗？我没钱，这不有你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叶小晨，我看你是见事情办漏了，故意找借口骗我钱的吧？老婆，你怎么这么想我呢？你的钱不都是我给你的吗？你今天帮了我，我之后我的都是你的呀。你说真的？哎呀，老婆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你知道的，我最爱你了呀。行吧，你说多少？不多，3000万。3000万？你不是等于掏空我了吗？哎呀，老婆，咱们这叫合理投资。我答应你，今天你亏损了，我之后的加倍给你。另外，后天就是咱们博物馆的展会了，我再给你3张贵宾入场券。3张贵宾入场券？哎，不就是3000万吗？我给。不过叶小晨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让我知道你骗我，你死定了。1000万，我赔给你。另外，我再给你2000万。今天的事情全给我烂在肚子里。你要收买我？答应他，收下钱；答应他，收下钱；收拾他们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钱吧。老婆，这一次可多亏你了呀！人家可是把什么都给你了，你可不能辜负人家。那是自然，你就安心等着当董事长夫人吧。董事长夫人，叶小晨，你的谎话还真是张口就来。等着吧，很快你就会知道，董事长的位置到底烫不烫屁股的。这蓝翼私人博物馆的藏品真是多到让人羡慕啊！能收藏这么多宝贝的人，那财富可该有多少啊？这群人还真是瞎了眼，博物馆的女主人就在面前，他们都不认识。就是啊，婉清，咱拿的可是贵宾券，干嘛跟这些货色混在一起？原来是博物馆的女主人啊！失敬失敬。夫人，展会过后，能不能请您出席一下我们江城商会的宴席？出场费我给您这个数。阴魂不散的贱人，到哪都敢抢我风头。走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楚西兰，你来这干什么？你能来，我为什么？你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、什么场合，也是你个小三能进来的吗？怎么，你是觉得今天能来展会的宾客非富即贵，所以才打扮得这么好看，准备挑对象下手了？我叔怎么打扮得这么花枝招展的？原来是钓鱼来了。门外的保安干什么吃的？怎么什么人都能放进来？听见了吗，楚青兰？不是什么场合是你想进就能进的。
我要是你，早就没脸待在这了。怎么赖着不走？是想让所有人看看你这脸皮有多厚吗？谁脸皮厚，谁当小三。周婉晴，你心里应该有点数。你少胡说八道！我可是今天展会的主人，是真正的贵宾。你个卖肉的也配说我？给你提个醒，千万别太把自己当回事，免得一会儿梦想破灭，搞得自己太难看。楚青兰，你敢泼我，还敢说这种话，威胁我！你见识！你敢打我！大家都来看看，小三出手打正宫了，帮小三的居然笑着在讨到正主面前耀武扬威，还打人，有没有天理了？简直贴脸开大呀！当小三当成这样，简直无法无天。这么没教养的东西，也不知道是谁教出来。你最好是现在跪下给老娘道歉，要不然怎么？周婉晴，要不是我仁慈，你现在早该在监狱里待着了。到现在还敢泼我脏水抹黑我，当真以为这家博物馆是你家开的？笑话！你以为你谁呀？我今天让你看看，这博物馆到底谁说了算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摁住！我让他跪下给老娘道歉！我看谁敢！他随便说几句话就把你们唬住了，几个废物！我老公可是叶小晨叶总，你们要是不敢听我的，信不信我把你们全开了？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连楚董都敢动？他妈又是你！楚董，楚董，他是楚董，他是蓝翼私人博物馆的楚董。他是楚董，那这个女人是？你是楚董，是这博物馆的老板。是，周婉晴，我早告诉过你，别高兴得太早，免得乐极生悲。婉晴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你不是说他是个靠男人上位的小三吗？他的来头怎么这么大？完了，这下我们把他得罪狠了，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不对，他不是楚董。如果你真是楚董，我怎么没有听我老公提起过你？而且那天这家伙也从未说过你是什么楚董。对呀，他昨天还拿了你的3000万，说的有道理。这家伙和楚青兰是一伙的。楚青兰，你讹了我3000万还不够，竟敢还敢来这捣乱！拿了人家3000万，这不就是摆明了见钱眼开的主吗？这样的人说的话能信吗？而且这位周小姐随随便便出手就是3000万，她要不是这博物馆的主人，能这么阔气吗？一定是这样，这个姓楚的一定是昨天讹的不够多，计划今天过来捣乱，再讹一笔。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女人？真是让人恶心！我呸！想靠玩这些伎俩，就想把假的变成真的，做梦！谁真谁假，咱们一会儿就会有定论。哟，还敢嘴硬，真当老娘没手段治你了是吧？你这个万人骑的贱货！周婉清，站在你面前的是货真价实的楚董，更是蓝翼私人博物馆的主人，更是江城的首富。江城首富博物馆的主人，我呸！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能拆穿你这愚蠢的谎话？婉清，你的意思是打给工商？对了，任何的商业组织，哪怕是隐藏的再好，产业所有人都需要在那边实名登记，只要打个电话过去咨询一下，就一切都清楚了。那万一这个姓楚的真是博物馆的主人呢？你好，我想查一下蓝翼私人博物馆的所有人到底是姓楚还是姓叶。这篇资料显示，蓝翼私人博物馆主人姓叶，叫叶晓。楚青兰，你现在还敢说自己是这的主人吗？现在实锤了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说楚青兰，你还真是没脸没皮，为了搅黄我们晚清的展会，连这种谎话都编得出来。原来这位周女士说的才真的。这个姓楚的到底是哪儿来的？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，还真是当真无愧的狐狸精啊！你们说什么？我们楚董才是博物馆真正的主人。这么急着挂电话，人最后一个字还没说完呢，就不怕半路开香槟，最后脸疼？够了，楚青兰，你有完没完？叶晓这2个字，难道不足以证明事实？你当着所有人的面瞎话一套接着一套，你烦不烦？就是，
承认别人比自己更优秀，难道就这么难吗？我看你就是眼红，眼红我们家婉晴比你过得好。没想到你人不仅下贱，连心里也这样阴暗。就是，这种人根本不配跟我们站在一起。赶紧把他和旁边这个人赶出去，和他们多待1秒我都觉得恶心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我动！周婉清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滚出去，至少还能保留你最后的体面。你给我体面？楚清兰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专是你了是吗？打我一次要一次，真的老娘的脾气！没错，这个女人简直太过分了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听见没有？赶紧滚啊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我拿下办公室的衣服！我让所有人看看这结婚是怎么对男人的！我看谁敢！你们在这儿吵吵嚷嚷的干什么呢？老公，有人在你展会上捣乱，他还打我。什么？什么人这么胆大包天，敢在我的展会上捣乱，还打我老婆？是我。喵的，又是你！一次又一次挑战我的极限，你真当我一场球是你捏的？赶紧收拾东西滚蛋！老子这不养吃里扒外的东西。叶先生，你确定你有资格开除我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背影，难道是？老公，你看看他，连你这个老板的话都不听，赶紧给他一点教训，让他知道什么叫上下尊卑。老板都让他滚了，他还死赖着不走，就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主。和他身边那个贱人一样，都是没脸没皮的蠢货。老公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弄死他呀！嘴，闭嘴！闭嘴！你让我闭嘴！哦，我懂了，你是不是跟这个贱人真的有一腿？别说话了。好啊，叶小晨，老娘为了你3000万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给你了，你现在居然为了一个该死的小三让我闭嘴，让我闭嘴是吧？好，我不用你帮，我自己来。楚清兰，我他妈要弄死你！你他妈是不是男人？你老婆都被人打了，你还无动于衷？你是他老婆，叶小晨，你要不要告诉他我是谁？老婆，这你听我解释。老婆？你说什么？她是你老婆？你说的那个老婆是她？这蓝翼的主人到底是谁？真正的小三又是谁？回答我！老婆，我错了，我不是人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不是人。老婆，你原谅我这一次，你原谅我吧。什么？居然反转了？正主变小三儿，小三儿变正主了？我就说这个叫周婉清的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原来他才是插足人感情的小三儿啊！你原谅我吧。你还知道我们是夫妻？利用我对你的信任，在外面装阔气，大把挥霍我给你的钱我都不计较。可你居然养女人，还任由她欺负我和小燕，你当我是死的吗？小燕，因为他们。叶小晨，你疯了！你为什么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贱货，勾引我就算，居然还打我妹妹！她刚做完手术，你知道下得去手的，打死你贱人！叶小晨，戏演够了没有？老婆，都是他勾引我在先，我把持不住，我只是靠犯了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。老婆，你相信我对你对小叶都是真心的。老婆，叶小晨，你是怎么说出这种话的？明明是你见我漂亮，骗我是家人手，不故意接近我的。现在事发了，你就不敢认了是吧？没那么容易。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怎么？敢做不敢认是吧？昨天你还从老袁这拿走了3000万，现在不认账了，赶紧给我回去！什么人的3000万？你口袋里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给你的，我拿回属于我自己的钱，还要还吗？去你妈的，弄死你！我操！滚开！我靠，这什么渣男？拿出去的钱还想往回要，这不想着白嫖的吗？这女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她拿钱不就是想着做董事长夫人的美梦吗？贪心贪到最后，人财两空，活该。够了！
你们小狗咬狗，出去知道飞也！现在把这个枪！净身出户！哎呦，宝，你对我真的这么残忍吗？在外面跟别的女人打得火热，任由他虐待我和小叶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对我有多残忍？我现在把自己滚出去，我还没给你留最后的体面。对呀，我们刚才打电话的时候不是确认过，这博物馆的主人姓叶吗？难道说这博物馆已经在叶总名下了？你们怎么？对了，老公，刚才我跟高沙直确认过，这蓝翼私人博物馆它不姓楚，姓叶。难道说，早在之前，楚青兰就已经把博物馆转给我了？博物馆会举办一个盛大的展会，届时我会宣布一个重要的消息。楚青兰，博物馆我已经到手了，我也没什么可隐瞒的。大家伙听好了，楚青兰，她就是一个拆散我们感情、强行捆绑我到她老公的小三。没错，我跟小陈哥才是真爱，是他横刀夺爱，干涉了我们的生活。更过分的是，我妹妹之所以生病，也全是她害的。小陈，你说什么？夫妻一场，就算离婚，我也给你留足了面子。你竟然反手就往我身上泼脏水，你还是人吗？都到现在了，你还装什么无辜啊？你拿我妹妹威胁我，逼我就范，你现在是不是？哎呀，就是可怜我的那个小姑子，人家本来身体就不好，还要天天被他绑在身边走东走西的，之所以会病发，就是被你累的。你们居然敢拿小燕来做关照，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医院已经确认过，我那妹妹一时半会儿肯定醒不过来。她当妹妹的，帮我这个亲大哥渡过难关，难道还有什么话说？该遭天打雷劈的人是你！我多好的一个妹妹，活生生被你折磨到昏迷不醒。楚青兰，为什么躺在医院的不是你？大家都听到了，这个女人就是一个毒妇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毒妇。有钱怎么了？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，不把别人当人了吗？原来是这样，难怪别人说越有钱心里越有问题。这个楚董拆散人感情，还压迫人妹妹，简直不是人。没错，难怪叶小晨会背着他做这些，忍辱负重，就为了这一刻指认，可算得上是真男人。叶小晨，我没想到你为了洗白自己，连自己的亲妹妹都可以这样编排，你果然不是人。小叶，你可以进来了。小叶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！小叶，哥看到你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嫂子，没事就好。他们想合起伙来害你，可是你放心，我就算死也会站在你身边。各位，我能证明，我哥叶小晨还有他们几个全部都在说谎。我患有先天性心脏畸形，本来早就该死了，是我嫂子楚青兰花钱把我送去国外做手术，还给我请了最好的医疗团队，我才能活到现在。所以他们刚刚所说的拿我当要挟，甚至让我当牛做马的话，通通都是假的。而且真正害我心脏病发的始作俑者是他们，也是他们把我打成这样的。刚刚还以为是善良亲哥为妹妹忍辱负重，没想到是恶毒小三儿，直接变天使嫂子了。明知道人心脏做了手术，还动手打人，这是谋杀啊！这女人到底还有没有点人性？老公，快救我！快救救我！不开！你把我妹妹害成这样，居然还敢叫我救你！小叶，我真的不知道
他们在暗中竟然这样对付你，师哥对不起你，哥马上跟他断绝一切关系，好不好？叶小晨，你以为你一口一个哥的强调，就可以当做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吗？我可是你亲哥，真的忍心看你哥受外人唾骂吗？你还知道你是我哥？叶小晨，咱爸妈走得早，是谁为了供你上大学，早早的就辍学，每天起早贪黑的四处摆摊，为你凑学费赚生活费？又是谁明明有心脏病，却在寒冬腊月从井里给你挑水，给你洗你攒了1学期的脏衣服？我辛辛苦苦的供你上大学，可你呢？你给我什么？别说了，我不是给你找了个好嫂子，让你过上好生活了吗？你还敢提嫂子？嫂子身为江城首富，却从来没有嫌弃过咱们家穷，一路扶持拉扯，把我们从农村带到了这儿。可你呢？你又怎么回报他的？你竟然还敢说是他拆散了你的婚姻，是他逼你跟他结婚，你良心呢？叶小燕，我可是你哥，赶紧给我闭嘴！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再是我哥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从今天开始，要跟你断绝兄妹关系，你不再是我哥。叶小燕，你怎么疯了？你为了一个外人，要跟我断绝关系？我老叶家一辈子都欠嫂子的，你不当人，你不知道感恩，可我让别人觉得咱家都是没人了。叶小晨，我要替我们死去的爸妈把你赶出家门。你好，好样的！这样的畜生哥哥，活该这样的下场。好吃懒做，不劳而获，还他妈的忘恩负义！就这种人，怎么不去死啊？去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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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很好，叶小燕，你可别后悔。我就算现在跟他离婚，蓝翼私人博物馆也是我的。我就算少了你们当中任何一个，我这辈子也是吃穿不愁。你跟我撇清关系，你就等着被饿死。叶小晨，你当真以为我会把苦心经营的博物馆交给一个连藏品都不知道爱护，还背叛我的渣男手里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可蓝翼县主人不是姓叶吗？是姓叶，但不是你这个叶。各位，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将蓝翼私人博物馆的所有权交给我的小姑子。我是我的亲人。叶小，你凭什么？凭什么把博物馆交给他？博物馆是我的，我想送给谁就送给谁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明明我才是你老公，你竟然宁愿把博物馆送给一个要嫁给外人的人，不给我老公？那就看看你这个老公到底做了什么！竟然敢骗我！婉清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其实你最爱的都是你啊！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那个女人她除了有钱还有什么？只有你才能上到手的灵魂伴侣。原来昨天你在那边，我一直都在。叶小晨，我看你是精虫上脑，完全失去思考能力了吧？但凡你用点脑子，都应该知道，整个江城除了我楚青兰，谁能开得起这么好的车？妈的，不看不知道，越看越生气。这男的吃软饭也就算了，居然在背后说出这么畜生不如的话。这下头男就应该拖出去阉了，免得以后祸害其他人。不，就应该让他和旁边这个臭女人锁死，这辈子都别分开。我不要离婚，我不要净身出户。老婆，我最爱你了，你再给我机会，好不好？我最爱的不是我，你爱的是我给你的一切特权和富贵。现在协议你已经签了，立马给我滚出去！叶先生，你已经和今天的展会没有任何关系了，现在请你立刻出去。放开我！我不走。哦，对了，我妹妹她是博物馆新主人，她一定会收留我的。小燕，难道你真的忍心看你哥一无所有，流浪街头吗？我和嫂子在博物馆被人打得快死掉，希望你来救我们的时候你在哪？我在病床上病危，需要照顾的时候你又在哪？叶小晨，你真的该出去体会体会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残酷。放开我！
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老婆，老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带走，老婆，老婆，老婆。接下来该轮到你们了。齐兰，我也是被叶小晨这个渣男给蒙蔽了。说起来，我跟你一样，也是被同一个人骗了的受害者呀。呀，对啊，之前我们谁都不知道叶小晨那家伙是个骗子啊。没错，都怪那个死渣男，我们都是无辜的。受害者，无辜的，是他怂恿你们砸我藏品，蓄意谋杀，又是他鼓动你们砸我车的。齐兰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看在我们同学一场的份上，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连我老公都收拾不许，算什么东西？刘主管，送进局，告他们蓄意谋杀罪，让他们把牢底坐穿。另外，他们砸了我一件藏品和一辆车，总价值1亿1千万，就算倾家荡产，也要让他们赔偿。是。真的，这个车的钱我不已经赔了吗？怎么还要算进去？拿我的钱赔我的车，哪有这么好的事？带走！哎呀，放开我，放开！我不想走了。我好恨，早知道这样，我说什么也不会得罪你的。周婉倩，你个王八蛋，你把我们给害惨了！都怪你，要不是听了你的鬼话，我们哪会这样？我好后悔交你这朋友。带走。你这。嫂子，你是又要走了吗？国外发现了一件流失在外的国宝，我必须过去，让咱们老祖宗的东西回家。那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啊？你身体刚刚痊愈，不能过度劳累，还是在家休养要紧。好吧，那嫂子，你一定要早点回来。好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博物馆就交给你了。嫂子，谢谢你。